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根据2026年3月刚发布的全球神经科技白皮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非侵入式脑机界面的数据精准度正式超越了生物进化的速度。这不是科幻小说的开端，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科学家预言到2026年底，全球将有超过1亿人戴上能够直接读取并调控情绪的神经耳机。当你的大脑不再是一个黑盒子，而是一个可以被量化、优化，甚至被远端协作的数字资产时，我们作为人类的定义将会彻底改写。这是一场比网际网络诞生更具颠覆性的革命，它即将摧毁现有的社交模式，让智慧型手机成为博物馆里的过时遗产。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与机器的沟通一直受限于极其缓慢的带宽。无论你使用的是键盘、触控荧幕还是语音辨识，你的思想必须先转化为肌肉动作，再由机器接收。这种转换过程造成了巨大的信息损耗。目前的穿戴装置，如智慧型手表或健身手环，本质上只是收集皮肤表层数据的感测器，它们能告诉你心跳多快，却无法告诉你为什么感到焦虑。这种技术瓶颈长期以来将脑机界面限制在实验室的重症医疗领域，因为传统的脑电图技术面临着严重的讯号干扰问题。当电信号穿透厚厚的头盖骨时，就像是在暴风雨中听1公里外的悄悄话，讯号模糊且充满杂讯。这种物理层面的隔阂让所谓的意念控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听起来更像是魔术而非科学。那么如果你的脑海里有个想法，机器真的能直接听懂吗？所谓的脑机界面，英文缩写为 BCI， 是一种不依赖外周神经和肌肉组织，直接在人类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通讯链路的技术。其核心原理在于捕捉大脑皮层神经元活动时产生的微弱生物电讯号，这些讯号通常以毫微伏特为单位，极易受到环境电磁波、肌肉颤动甚至是皮肤温度的干扰。为了提高信噪比，科学家必须开发极其复杂的解码算法。在2026年之前，最精准的 BCI 往往需要侵入式手术，将微型电极植入大脑皮层，这种风险让大众望而却步。然而随材料科学的突破，我们终于找到了在不开颅的情况下实现高保真神经讯号获取的解决方案。2026年3月，科技界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起点。这项突破的核心在于利用了室温常压超导材料微缩化的感测点，结合了最新一代的量子人工智慧算法。你可以想象，这些感测点就像是超级灵敏的迷你天线，它们小到可以嵌入在看似普通的耳机、头戴甚至是棒球帽中，却能在不需冰冻或特殊压力的情况下，像无损电缆一样完美捕捉大脑微弱的电信号。而量子人工智慧算法则像是一位拥有100万本百科全书，且能在1秒内读完并找出精确答案的超级大脑。它能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分析这些极为复杂的神经数据。这些尖端科技解决了一个困扰科学界50年的难题：如何过滤头骨产生的衰减与散射。它们透过一种被称为自适应神经波束成型的技术。这项技术不再只是单纯的想从嘈杂中滤掉杂音，它更像是在一个热闹的演唱会现场。你不是把所有声音调小，而是你的耳机有上百个微型麦克风，它们能精确地辨识并聚焦到你朋友的声音从哪里来，然后只让你清楚地听到他一个人说话，甚至还能描绘出他站在哪个方向，离你多远。它利用多个感测器之间的相位差，像全息投影一样从各个角度收集大脑电信号，然后在虚拟空间中重建出你脑内电场的3维立体图像。当你在思考、想喝水或者感到压力时，大脑不同区域的放电顺序具有独特的时空特质。AI 算法会及时模拟你的头骨密度与脑脊液流速，将捕捉到的混乱波形反向推演出原始的神经激发模式。这意味着穿戴装置对你意图的解读准确率从过去的60%暴增到了99.7%，这几乎与人类手动操作的精准度无异。关于这项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分享一个发生在2026年初的具体案例。一名患有严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退伍军人，透过佩戴名为心灵导航者的神经耳机，成功在不依赖药物的情况下抑制了惊恐发作。当感测器侦测到他的杏仁核出现异常放电了，及焦虑情绪即将爆发的前兆时，设备会立即透过微弱的经颅电刺激进行闭环干预。你可以把闭环干预想象成一个超级聪明的自动调温器，它不仅能感应到你大脑的温度、情绪，还能在你即将过热、焦虑爆发之前，自动开启一个微弱的冷气模拟平静神经震荡，轻轻地引导你大脑降温，帮助它恢复平衡，而不是强行改变。这种刺激并非强迫大脑改变，而是模拟一种平静状态下的神经震荡频率，引导大脑自我修复。在短短3个月内，它的神经塑性发生了良性改变，
这证明了神经穿戴装置不仅能监测，更能作为一种非侵入式的数位药物，精准治疗人类的心理疾病。另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来自于创意产业。著名的数字艺术家艾利克斯在2026年的东京展览中，展示了一幅完全由其梦境生成的动态壁画。他佩戴着高分辨率的神经感侧头带入睡，系统实时捕捉他做梦时的神经视觉讯号，并利用生成式 AI 将其转化为高画质影像。这打破了艺术创作的最后一道屏障。过去我们要学习绘画建模或编写代码来表达创意，现在创意可以直接从意识流中提取。这种直通意识的生产力革命正在让传统的硬体界面变得毫无意义。当这项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结构中，它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海啸。想象一下，当外交官在谈判桌上佩戴着能侦测对方情绪波动的神经装置时，谎言将不再具有生存空间。这种高度的透明性可能导致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型，但也可能引发极度的不信任与监控恐惧。在职场中，企业可能会要求员工佩戴专注力监测器，以确保工作效率。这引发了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我们的大脑是否还是最后的隐私堡垒？如果雇主能合法的获取你的心理疲劳程度，这究竟是为了保障员工健康，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神经奴役？此外，教育体系也将面临彻底重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依赖于重复记忆，而神经穿戴装置可以实时监测学生的认知负荷。如果系统发现学生对某个数学概念感到困惑，教学内容会自动调整难度，或者透过精准的神经反馈机制，帮助学生进入心流状态。学习不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是一种基于生理特质的高度客制化体验。然而，这也意味着那些无法负担昂贵设备的群体，可能会在认知层面上被远远甩在后头，形成一种难以跨越的神经阶级。这不再只是财富的差距，而是大脑演化速度的差距。如果连我们的思维都能被直接读取和优化，那作为人类，我们还剩下什么是独一无二的？站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点，向后推演10年，我们会看到一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到2036年，人类可能已经不再使用对话这种低效率的方式来交流。当两个人对视时，他们的神经穿戴装置会自动建立加密的思维链接，直接传递复杂的情感与结构化思想。语言将不再是主要的通讯工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全感官增强的环境中。你可以透过调整神经参数，让自己在灰暗的雨天感受到阳光明媚的喜悦，或者在狭小的房间里体验到置身银河系的辽阔感。然而，在技术狂欢的背后，我们必须保留一丝哲学的冷静。如果我们的所有情绪、感知甚至记忆都可以被装置调控与记录，那么自我这个概念还剩下什么？当你感到快乐时，那是你灵魂的震颤，还是机器优化后的电信号？这种技术最终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人类与机器的边界本身就是一种幻觉。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人类物种的第二次大迁徙，第一次是从荒野进入文明，而这一次是从生物实体进入数字与神经的混合态。这场革命最温暖的部分，或许在于它赋予了残障人士全新的生命。那些失去肢体的人将拥有与原生肉体无异的神经假肢，那些失去视力的人将透过神经界面直接看见数字合成的光谱。这种技术的人文关怀在于它试图弥补生物演化的缺陷，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完整且平等的感知权利。虽然前方的道路充满了伦理争议与隐私挑战，但人类对于连结与理解的渴望终将推动我们跨越这道神经的门槛。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黎明，这是一个思维可以直接塑造现实的时代。我们不再仅仅是自然的观察者，我们成为了自身意识的编程师。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好那颗纯粹的心灵，或许比优化任何神经算法都来得重要。因为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那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生命的敬畏，才是支撑我们走向星辰大海的终极动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下支影片见。